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在火的老车。本来吧，老车还想说上期周一围那个剧来着，但是无奈上期的视频被下架，所以咱们今天索性就来聊聊春节档这几部电影得了。正好老车过年的时候也都去电影院看了一遍。怎么说呢？可能我今天吐槽完又要挨喷了，不过挨喷我也要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年的春节档，那就是乏善可陈中还残存那么一点小惊喜。而且就这点惊喜也不是在什么喜剧或者烧钱的特效片上。反正我不知道大伙春节都看什么电影啊。如果要和朋友或者家人看的话，我个人来讲，我一般都会选择一些烧钱的特效片或者喜剧电影。至于艺术成分高不高吧，咱不管，因为春节档电影本来就是娱乐大众的，只要能让人发自内心的笑出来，或者说它特效值这个票价钱就行。虽然说近几年春节档的电影吧，我很少看，应该说最近的一次都是5年前了，就是《飞驰人生》刚上线的那年，好像是19年吧，反正19年之前的春节档我去的比较多。之后呢，因为口罩的原因，再加上没有什么好看的喜剧，我也不怎么去看了。这玩意儿大过年的，谁都想乐呵乐呵，或者找个特效片看着爽一点。我可不想说忙活一年去电影院花着钱还得让人教育一顿，就像咱们本山老师说春晚作品似的。你说你365天都是在教育当中走过，就这一晚上，你说你教育他有用吗？而且你那个作品在这个时间段他也教育不了人。当然今年让我有冲动在春节期间去电影院的也是喜剧，就是《飞驰人生2》，因为毕竟19年《飞驰人生》我都看了，就像我之前追《人在囧途》和《唐人街探案》系列一样，我还是对国内比较成功的 IP 电影抱有期待的。虽然说国内绝大多数 IP 都烂尾，像早些年赵丽颖和郭富城演的那个《西游记》系列也是春节档，而且这片的特效放在今年来讲也是顶尖的，不过拍了3部吧也不了了之了。反正就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比较渴望国内能做出那种走出国门能在全球大卖的那种 IP 电影，但是盼了10来年我也没等到，不知道是不是有生之年啊。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其实今年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今年在春节期间让我进入电影院的情况和5年前的我一模一样。5年前初几的时候我去电影院吧，最开始是奔着星爷的新喜剧之王去的，结果看了一肚子气，和喜剧之王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剧情也不咋地，这才紧接着又看了《飞驰人生》，结果一看吧还挺搞笑的。看完之后我记得那年正好沈腾还有一部电影，就是和黄渤演的那个疯狂的外星人。虽然说那年宁浩拍这个被骂惨了，但这电影吧确实挺逗乐的。而今年的情况呢是一模一样。当我看完《飞驰人生2》的时候吧，咱不能说这片不好，但作为一个喜剧来讲，确实没有第一部搞笑，于是我才又看了《热辣滚烫》。据官方封面说呢，这也是一个喜剧，结果大伙笑没笑我不知道啊，反正我看的那个厅里笑声很少，当然这也是又让我看了第20条的一部分原因。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我现在就想问大伙一个事儿啊，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很久没看春节档的缘故，我发现今年春节档的票格外贵。虽然说咱时隔5年没看春节档了，但一张票70、80是真的离谱，咱都不用和5年前的比。就去年虽然说我没看春节档，但奥本海默、碟中谍、银河护卫队我全看了，可以说普通数字 IMAX 黄金场的票也就是40-50左右，哪怕就是年前我在哈尔滨看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的那个票，还是1代激光 IMAX 厅首映黄金场才40多左右。而春节的时候呢，我买个2D 数字 IMAX 的票都得70、80，不是 IMAX 的都得60、70。我属实是没看懂今年这票价是咋定的，难道说今年春节档电影的制作成本和片酬比奥本海默和银河护卫队还高吗？反正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当然你要说这3部值不值呢，说实话我个人的感觉，除了第20条以外，那2部确实乏善可陈。咱抛开价值层面，就单说搞笑程度，确实和第1部没法比。反正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衡量一部喜剧片的成功啊。就我个人来讲，如果一个喜剧片不能让人看完之后铭记住一句口口相传的搞笑台词或桥段，那么这就不算是一个接地气而又成功的喜剧片。哪怕就是有很多内涵的喜剧驴得水，一说到中国最需要教育的不是农民，你也能想到是这里面的台词。你比如说《飞驰人生》，我看完之后马上就能记住腾格尔演大佬那段，沈腾这边说吧我不会跳舞，尹正这边说呢我不会唱歌，结果最后一个跳钢管舞，一个唱大哥。还有什么腾格尔说落水3000我只许一瓢，沈腾说嫖得好，反正就是一下就能让人记住。或者咱们再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如果我说刑事组织虎，你再教我做事，你是不是就能想到逃学威龙啊？我说 IC IP 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你是不是就能想到天下无贼？我说群众里面有坏人，我想挑战一下我的软肋，你是不是就能想到私人定制？我说我不装了，摊牌了，你是不是就能想到西红柿首富？还有什么夏洛特烦恼里引证的一剪梅，播了很多年之后，你依然可以拿出来炒梗。而换到《飞驰人生2》里呢，说实话，你把所有桥段翻一遍，都没有一个能达到我刚才说的那种能让人一下就记住的程度。当然，这时有的人就该说了，开头孙一舟练车和结尾孙一舟考驾照坐副驾也挺有意思的呀，是挺有意思的。但这种笨学员练车的段子，在短视频平台早就让人玩的真如画境了。有的朋友就靠笨学员练车的段子都能获得几十万关注，包括沈腾这几个主角去老头乐车厂拉赞助这段，可能也是我笑点高，反正这段我没笑出来。当然，有的人会说这片搞笑不重要，重要的是情绪价值，说的是主角在面对理想时不放弃，在郑恺演的老板面前抨击了所谓的公平正义。说实话，这个价值传递的太浅了，而且观众也不缺这种相同价值的片儿，比这深刻的可以说比比皆是，像什么摔跤吧爸爸呀、幸福来敲门呐、海边的曼彻斯特呀、遗愿清单呢，我闭着眼睛都能说出一堆来。而且就算不说国外的，从前几年易烊千玺的奇迹笨小孩，再到早些年六公主在电视上总播的背起爸爸上学，也包括星爷的喜剧之王。总之，这类现实题材谈理想讲公平正义的好电影太多了，我就算把嘴皮子磨破了都说不完。说白了，你把《飞驰人生2》放在这些电影中，我也只能说它是一个很平庸的作品。如果说作为喜剧来讲呢，这片其实并不搞笑，而作为现实层面谈理想的电影来说呢，也没有多深刻多鼓舞人心。主角张弛说白了就是继第一部之后又出来传了个局，收了个徒弟，弄了个车队，拿了个第一，弥补了之前的遗憾。反正我是不太相信一个试车员和一个考不过驾照的领航员，在没有任何赛道经验的前提下，居然和一个带伤参赛的主角组队，轻松就拿下了车队冠军的。反正我是不信。当然你要说这是喜剧，不在乎逻辑，那就另说。而另一个电影《热辣滚烫》呢，可以说这两个电影我的观感都差不多。你要说作品多优秀吧，也没有多优秀，但是烂片倒也不至于。而且对于这部电影前期的宣发，什么演员减不减肥、减多少的事情，其实我并不感兴趣。说白了，人家彭于晏演邪不压正的时候，体脂维持在6%，而且还是全裸出镜，我也没看见有多少人铺天盖地的说呀。人家小李子当年为了拿奖，演荒野猎人的时候增重40斤，生吃马肉，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吃惊的。人家毕竟挣的就是演员这份钱，干的就是分内的事儿。你既然想演这个角色，那你就得这么干。就像我前2天看周先生的视频似的，说把一个人埋进土里24小时，然后给你几10万美金，然后你说我就在里面躺2小时，然后把钱拿走，可能吗？而且你要说到剧情吧，老实讲，一开始我看的时候真不知道这是根据日本的电影《百元之恋》改编的。我当时还寻思呢，我寻思这剧情咋这么像安藤樱演的那个《百元之恋》呢？当然，如果不熟悉安藤樱的朋友，相信你应该看过他前2年拍的那个《小偷家族》。总之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女演员。反正《热辣滚烫》这部电影，我到家之后才知道是改编的。当时在里面看的时候吧，我真以为是抄袭呢，因为之前贾玲毕竟干过小品采访，这玩意儿人所共知。不过吧，这些都无所谓，只要电影不是抄袭，咱就得客观评价。首先剧情我就不和大伙细说了，大体框架和《百元之恋》大差不差，就是一个常年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大龄女青年，在家人和周围朋友都不认可、瞧不起她的环境下，面对现实和感情的挫折，她一气之下选择了学习拳击。她又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别人的认可，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大致剧情就是这么个事儿。只不过《百元之恋》吧，女主离家出走是干收银员的，而热辣滚烫这边是烧烤店服务员。《百元之恋》呢，男主是拳击手，而这里面男主是拳击教练。说实话，官方标签说这是个喜剧，我还真没看出来主角哪里搞笑。你要说乔杉演的这个前男友搞笑啊，关键他也不是主要角色呀。除了开场和李雪琴有2句对手戏，女主减完肥结尾3部的时候出来亮个相就没了。可以说无论是原版还是热辣滚烫，主角都是一个悲情人物。反正你让我笑，我是笑不出来。说白了，这是女主跳楼自杀没私了，不然这妥妥就是一个悲剧。当然有的人也会说官方标签写错了，这不是喜剧，这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励志片。行，咱就说这是一个励志片。你从现实层面和励志的角度去对比热辣滚烫，它也没有原版真实，也没有原版深刻。
原版导演拍女主在家啃老，那是因为日本90年代泡沫经济的影响，使日本陷入了很多年的经济停滞期，也造成了很多人因为就业的压力、职场激烈的竞争，变得对未来缺乏信心，对生活毫无希望。也正是这样，从而涌现出了一大群啃老族和躺平族。导演武正晴呢，也是想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励志，让这些迷茫的日本年轻人对生活燃起希望。而这部《热辣滚烫》呢，我只能说它是一部被阉割了的百元之恋。虽然主旨和原版一样，都想赢一次，证明一下自己，但是与原版中女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遭遇确实没法比。如果用网友的一句话来形容这部电影呢，那就是《热辣滚烫》演的挺好，但《百元之恋》不像演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看过《百元之恋》呢，《热辣滚烫》这片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励志片。但是你要看过《百元之恋》吧，这片也就是那么回事吧。这就和你看冯小刚翻拍的《忠犬八公》与美版的《忠犬八公的故事》一样，没看过之前的版本呢，觉得还行；看过之前的版本吧，再看这片呢就更一般了。反正如果我要提前知道这片子是这质量，我是不会花60-70块钱买这票的。说白了，我还不如等到过了元宵节之后票价下来再看呢。当然，老车倒不是说今年没有一个值得我看的电影。我前面也说了，唯一一个我没抱啥期待的电影，结果没想到还挺好看，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第3个电影《第20条》。说实话，一开始我一听说《满江红》的导演，再加上《漫长的季节》和《狂飙》的主演团队凑在一起拍个电影，我还真以为这又是一个圈钱的电影呢。因为以前拿流量圈钱的事儿太多了，结果当我看完之后呢，发现还真不是。无论是剧情还是社会意义，都是当下现在所需要的。这样，为了不给大伙剧透，我就不按照叠床架屋的方式给大伙说剧情了。那样说白了，就成电影解说了，也没啥意思。老车今天吧，就按照我自己对剧情的理解，给大伙说一下这电影的皮儿和馅儿。您看老车说的对不对啊？如果从剧情的角度讲，整部影片咱们可以分为4个事儿来说。第一个事儿呢，就是男主韩明身为一个检察官，巧妙地处理了一些无知民众在申诉的过程中的无理取闹。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男主的儿子因为制止校园霸凌，结果失手打伤霸凌者，最后苦因没有现场证据，差点让他儿子拘留。而第3个事儿呢，就是男主多年前曾处理了一个案子，说的是一个公交司机在公交车上见义勇为被几人痛殴，然后司机后来一气之下吧，就用钝器失手重伤了在公交车上猥亵妇女的乘客，最后闹得不仅工作丢了，在维权上访的路上还意外出了车祸，被撞死了。至于第4个事儿吧，就是男主又新接了一个案子，说的也是关于正当防卫的事儿，说有一个村民因为给孩子治病借了村霸放的高利贷，然后一时间无力偿还，结果不仅被这个村霸长期霸占妻子，还多次遭到人格的侮辱。而这个村民呢，最后忍无可忍，和村霸就起了冲突。结果这村霸一看，你这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呢，于是就打算去车里拿刀整死他。村民一看，我这也不能搁这束手待毙，说白了，与其让你整死，我还不如先整死你吧。最后到底把这个村霸给整死了，之后这不就报警了吗？结果呢，是既不算正当防卫，也不算防卫过当。检方根据以往的判例呢，差点就诉成了故意伤害。而故事结尾呢，就是男主在目睹了这么多悲剧之后，再加上自己的儿子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最后在公开审理的听证会上，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挂职的检察官了，也不管什么前途了，直接就在听证会上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让大伙重新审视了用以往判例指导定罪的方法到底对不对。最后不仅维护了司法正义，还还了民众一个公道。大致讲的吧，就是这4个事儿。老实讲，这几个事儿吧，虽然说拍的差点意思，有些细节也经不起推销。比如说赵丽颖演的是个村民老婆跳楼，这家伙汽车的 A 柱 B 柱都快砸凹陷了，居然没死，这其实就很扯。但总体来讲，没有什么逻辑上的硬伤。而且这电影无论结局怎样，咱都不得不佩服剧组传递给大伙的2个反思，那就是民众法律意识提升的重要性，以及公职人员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能不能做到尽职尽责。前面无论是货车司机堵门口，还是康村的人无理取闹，又或者是男主老婆一遇到事儿就寻思托关系找人，还是赵丽颖饰演的村民老婆跳楼，无一不在反映一个问题，那就是民众法律意识的缺失。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想到法律。而从另一个角度呢，公职人员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除了依法办理以外，是不是应该针对不合理的地方提出质疑，然后寻求改变，而不是先考虑到自身利益随波逐流？我想这也是最高检出品这部电影的本意，它其实就像一个标杆一样，在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这电影表达的东西已经超越了之前最高检出的《人民的名义》了，多了我就不说了，懂的都懂。反正这3张电影票我感觉就第20条最值，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当然可能这时有
有的人会说老车首先安利了。说实话，人家最高检出品的电影找我一个小博主安利，您可真是太抬举我了。反正老车无论说剧还是说电影，无非都是个人感受，不可能完全客观。而且关注我的人从来也都不是我的粉丝，而是持有类似观点的朋友。我现在最烦的就是说谁是谁的粉丝，这俩字现在已经被饭圈给狗臭了。咱们呢就相当于3两好友，没事讨论讨论电视剧，没事讨论讨论电影，意见相左也没关系，咱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我要是学那些啥都误导安利的，说这些别人爱听的话，那我就不是个人观点了，那不就成了吃谁家的饭就说谁家的话了吗？行了，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